大家好，欢迎来到维森数码生活，我是哈利同学。作为佳能的长期用户 ，EOS R5 发布的那天，我们就特别的兴奋，于是很早就下了订单。但是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同一时间下的订单，澳大利亚永远是最后一个才会收到货的。世界各地的 UP 主都已经做完了开箱实测，我们今天才姗姗来迟，刚刚收到 R5，也是怎么说呢？虽然来得晚，但是依旧还是很兴奋的。那有没有什么是比拆箱一台 R5 更兴奋的事情呢？如果有，那就应该是拆箱2台 EOS R5。为了给甲方爸爸们提供更优质的摄影服务，我们也是不惜下血本，砸锅卖铁也要买了这2台 EOS R5。说到砸锅卖铁，其实完全不是我在夸张啊。我们工作室陆续就在近期也是慢慢的把手上一些相机给卖掉了。比如说 EOS R 这台相机原本就是一台过渡的相机，我们当时买就决定，一旦这个系列出了新的升级版的相机，我们就会立刻把它卖掉，也是为了能够更早的体验到 RF 口头的优势。另外还卖掉了2台5D3，的确是像素有点跟不上我们的需要了，宽容度也比较低，所以说虽然跟了我们很多年，比较不舍，还是把它们出掉了。除了5D3的话，我们还卖掉了2台5D4，出掉5D4呢就没有任何的不舍了。具体的原因我们会在视频的后半段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今天我们刚刚收到相机，所以说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开箱和上手的体验，看一下 EOS R5 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改进。好，这就是 EOS R5 的真机，拿在手里，其实说实话，跟 EOS R 比起来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要说的话，可能在质感上稍微厚重了一点点，因为毕竟体积重了100克，尺寸也稍微大了一丢丢。就很抱歉，我们把 EOS R 给卖掉了，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给大家对比一下它们的区别。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很明显的从机器的背面看到 EOS R 上面那个被人诟病已久的长方形的控制搓条被换成了5D 系列非常经典的这种万向的摇杆。另外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 EOS R 上面这边是4个方向键上下左右，现在R5 上面也换回了这种波轮，所以说这2个改动的话，5D 系列的用户应该会非常的适应。所以总的来说，尽管 EOS R5 在体积和重量上控制的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个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问题，就是 RF 口的头普遍都会比较笨重一些。举例来说，我们这边有一颗2870 F2，这个镜头可以看到非常的大啊。我们现在把这个镜头装在 R5 的机身上边。好，我们现在把 EOS R5 上面装上2870的镜头，我们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不协调的状态。这种不协调不仅仅是视觉比例上的不协调，它在重量上也是完全的失衡。你需要花更多的力气用左手去拖住镜头或者握住镜头，这样的话就会有可能会误触到对焦环或者是自动对焦按钮。有一个不算是办法的办法，就是我们给 R5 如果配一个手柄的话，就电池手柄，可能会把整个的重量平衡变得稍微好一点点，但是这也算是无故的增加了一些重量嘛，它就更加失去了它的便携性，所以说这个办法也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正面呢，就是我特别需要表扬佳能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打开镜头盖，可以看到在 CMOS 前面是有一个挡板的，这块挡板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落入 CMOS 里面。相比较我那台 A7R3，它是没有这个挡板的，所以在更换镜头的时候，经常会导致CMOS 上面落上灰尘，比较难清理。所以 EOS R5 当你关机的时候，这个挡板会自动的把 CMOS 给保护起来，这个设计还是非常贴心的。然后这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5D 系列上面的景深预览按钮，我印象中 EOS R 是没有的，然后 EOS R5 给它加回来了。当然，景深预览这个功能很少有人会用，我们大部分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次幅对焦的激活按钮，按住它就可以从单次对焦变成自动次幅对焦。另外一边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左下角这边，是多了一个3针的快门线的一个接头，这个位置跟5D4的位置是比较类似的。数据传输口是 USB Type-C， 支持 PD 快充，
影像传输口换成了 HDMI 的 Micro 版本。我们就觉得很费解，就是 HDMI 有那么多不同的版本，这种 Micro 的 HDMI，算是一种可靠性最差的，也是最容易坏的那种接头。所以说，我们不指望你用回，比如说全尺寸的 HDMI， 但你至少可以用 EOS R2 上面的那个 Mini HDMI 嘛，那个可靠性也要比这个好很多。所以说，你省下的那一点点空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们更多在乎的还是它的接口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然后这边的话是音频的输入和输出端，插麦克风的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插耳机的这个口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翻转屏的翻转。解决办法也非常简单，就你只要在插耳机的时候不要把屏幕完全的打开，稍微留一点点角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相比较 EOS R 来说，最好的一个升级，也是最让我们感到满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卡槽。我们现在呢是有双卡槽了，之前在使用 EOS R 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它只有一张 SD 的卡槽，当你拍摄东西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备份的时候，安全感就降低了非常多。那现在使用了双卡槽，不管怎么样，你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备份卡，数据上面的安全总有了一些保障。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一个是 SD 的卡槽，另外一个呢是CF Express Type B 的卡槽。这张卡呢要说一说，就是它在传输的速度上，包括可靠性上都比 SD 卡好了一大截，但是价格也是贵了一大截。在澳洲这边，一张256G 的CF Express 卡要将近900多刀，相比较 SD 卡它贵了整整1倍还要多。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惊人的。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只用 SD 卡去使用呢？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用这张 CF Express 卡的话，视频上面很多功能你是没有办法用的。具体的话，我们在后面跟大家评测的时候详细聊一聊。那电池方面，EOS R5 采用了最新的 LP16NH 电池，容量呢也是从以前的1865毫安增加到了2130毫安。但是好就好在旧的电池你依旧是可以用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把旧电池给扔的话，请从垃圾箱里捡回来，它们还是依旧可以用的。只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的电池它虽然兼容，但是在电量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连拍的速度，这一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EOS R5 用了一块新的570万像素的 OLED 电子取景器，最高的刷新率甚至可以达到120 FPS。这么高的刷新率，可以说在使用的时候观看的体验应该是非常棒的。唯一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 EOS R5 原本就有发热的这个问题，电子取景器呢又是一个用电的大户，所以说这么高的一块刷新率的电子取景器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电池的续航，这是我比较担心的。R5 呢屏幕方面它还是沿用了 EOS R 的侧面翻转屏相比较我的 A7R3 来说，它就可以自拍，同时高角度的拍摄也更加有优势。但是问题是，像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用到低角度的拍摄，这个时候索尼的那种翻转屏就会更加有优势了。可以看到 R5 在想要低角度拍摄的时候，你不管什么握姿，总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两种屏幕，各有各的优势吧。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松下 SEH 那块3项的翻转屏，几乎是完美的一种翻转屏的解决方案。但是那个体积也的确会大很多，佳能没有那么选择，也是有它的原因的。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正式拿来干活，但是从参数上来看，带高斯低通滤镜、4500万像素的 CMOS， 可以说是除了5D-SR 以外，解析能力第2强的佳能机器了。在这么高的像素下，依旧可以达到机器快门12 FPS， 电子快门20 FPS 的连拍速度，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搭配上 R5 新一代的全像素双核对焦技术，AF 的对焦点可以覆盖100%整个的 CMOS， 它的无论是追焦速度，还是人眼识别的速度，甚至动物眼睛识别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所以作为一台相机，它的参数可以说是真的非常棒了。就唯一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它依旧没有全域快门。所以说理论上它还是会有果冻效应，但是佳能的官方也说了，它这块 CMOS 的读取速度也是提高了不少，所以说当你在使用电子快门的时候，果冻效应应该也会有更好的控制。对于佳能用户来说，其实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有 RF 口这么棒的一个镜头群，但是一直都缺少了一个比较牛的机身来匹配它们。像之前我们用 EOS R 的时候，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这么好的一个镜头，
2870，但是我们用 EOS R 的时候，因为各种包括对焦太慢，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了，然后手也按下去了，但是就是没有拍到，那种感觉还是非常难受的。像现在有了这么牛的一个机身，我也相信可以更加的发挥出 RF 口镜头的优势来，参数上真的是非常棒。但是我还要说，但是我们工作室一直对于相机的参数都是持保留的意见的。原因呢，就要说回到我开头提到的5D4。我们之前曾经拥有过3台5D4。我们在买第一台5D4的时候呢，立刻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用70-200拍摄人像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用取景器对焦合焦不准的一个情况。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们哪怕用5D3也没有过这样的情况，5D4就偏偏就有。后来找了佳能的官方，售后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问题，让我们回头再试一试。然后紧接着1个月以后呢，我们又订了第2台5D4。这台5D4呢，我们上手以后立刻就试了一下，不管是2470还是70-200，在光圈开到 f2.8 全开的时候，都会有用取景器对焦合焦不准的情况，就必须要用实时取景才会做到一个正常的合焦。但是实时取景的话，我们就会丢掉了很多连拍速度，同时追焦的速度也会有所下降，就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对吧？尤其是我们第2台5D4在悉尼拍摄的时候还丢了，后来我们报了保险，保险公司又赔了我们一台新的相机，又是1个月后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曾经拥有过3台5D4，每一台都入手的时间都间隔了1个多月左右，所以明显这就不是一个批次的问题了。后来反复实验，会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反而我们用比如说适马35 1.4、50 1.4这些大光圈镜头，我们全开光圈开到1.4，反而是非常准，比5D3要准多了。但是像回到70-200、2470，这种镜头，我们开到 f2.8，它就是经常会合焦不准。所以说很奇怪，你认为它应该拍准的时候，它拍的不准；你觉得它可能不应该拍的很准的时候，它又奇准无比。所以像这种不稳定性，也就导致了我们对它一直都不敢100%的信任。5D4刚发布的时候参数多好啊，各种噱头，对吧？后来也是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评判一个相机真的没有办法只是去从参数上来说它好不好，是骡子是马还要拉出来溜一溜，还是要看这台相机在真正干活的时候是不是一台可靠的相机。那现在网上大部分的 UP 主还是更多的侧重于测试 EOS R5 发热，包括视频的一些功能，但是因为说到底它我们用它大部分还是用来拍静态的照片嘛，所以说我们后面的测试也会更加的侧重于测试它的拍摄静态照片的功能和参数。好，在后面几期视频也会跟大家分享 EOS R5 更详细的评测，当然也会有更多别的视频了，所以如果不想错过这些视频的话，记得订阅我们。对了，如果您有关于 EOS R5 有任何方面的疑问，或者有什么想让我们去评测的，欢迎给我们在下方留言，我们会尽力的回复每一条的留言。最后记得长按点赞，帮我们一键3连。YouTube 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新的视频一更新立刻推送给你。谢谢大家。